城市，地球上最复杂的人造物，它像具有生命的有机体，每一刻都在生长发育。在机体之中，无数的系统在默默维系着它的生命运转。很多时候，身处其中的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。凌晨2点，北京这座超级城市第一轮的街道清洗工作正式启动。对于城市来说，街道清洗是前一天的收尾，更是新一天的开始。新旧就在这喷洒的水雾中完成了转接。这里是北京西北郊区的一间工厂。凌晨3点，机电维护工袁亮开始了每日的例行巡查。袁亮核心的检修工作是位于这间工厂地下的传送系统。和袁亮一同起床的还有他们。传送带的另外一端，230万只蛋鸡正迎来第一波产蛋高峰。每天，隧道里的传送带要输送超过180万枚鸡蛋。为了避免破损，袁亮必须保证传送带始终处于良好的状态。为了让蛋鸡持续产蛋，鸡舍的隔离防疫至关重要。防疫措施的核心就是地下传送系统。北京这座城市每天需要消耗的鸡蛋数量大约是2100万枚，重量达到了1300吨，其中1/10来自袁亮所在的这个工厂。为了保障城市供应网络的顺畅运转，这个工厂每天必须生产数量惊人的新鲜鸡蛋，1年365天，天天如此。不只是禽蛋，装满水果、蔬菜等生鲜食物的厢式货车，在更早的时候已经穿行于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奔向各自的目的地。凌晨3点30分是超市生鲜组的一个重要时刻。这个时候，运送生鲜食物的冷藏厢式货车就会陆续到达。19.6公斤，有黄瓜吗？22粒装是吧？对。咱们一般的呀，每天呀收水果，在2车左右；蔬菜呢，咱们基本每天都在3车左右，在车里要打冷的，保持那个低温，完了来保持新鲜度。每天运抵这个超市门店的生鲜货品接近10吨。2个小时之后，这些货品将出现在超市货架上。生鲜食物的供应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时间。大部分蔬菜如果采摘超过24小时，就会丧失最佳的口感和外观。遍布这个城市的上万家超市，在这个时刻，他们的卸货区里都是同样的忙碌。四惠地铁站，凌晨3点50分，站长曹立新准时出现在地铁大厅。好。1个小时后，第1班地铁将从这里发出。在此之前，曹立新和他的组员必须将全部工作准备妥当。
接下来的19个小时，这个车站将接送超过25万乘客，中间没有任何停歇。没有问题，对吧？轨道交通系统每天只停运5个小时，而这5个小时大部分被检修工作占据。曹站长必须在1个小时内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。机厅报幕室准备完毕吗？完毕。好的。这个城市的345座地铁车站又迎来了他们新的一天。凌晨5点，上海，中国第一高楼的苏醒，是从它的地下室开始的。外墙清洁工李方明今天有点小小的兴奋，因为经过3次申请，他终于如愿进入到了高层清洗组。所有的东西在这齐，不要忘记了啊！不要忘记。在这座中国第一高楼的第100层，维护窗口被徐徐打开。这里距离地面的高度接近500米。冬天跟秋天交接的时候，整个上海它就是会是一层雾，然后呢，它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那一瞬间，就是特别漂亮。那会儿就是说是工作期间免费的欣赏美景。准备工作完成之后，今天的外墙清洗工作开始了。这样的工作高度，全球也不会超过10个。早上6点30分，闹钟同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响起，数百万个马桶的冲水按钮被陆续按下。在这座超大型的城市，如果2000万人口中的1半在这个时候起床，仅仅在几分钟之内，就会有超过1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被消耗掉。它们足以住满50个标准游泳池，而这只是个开始。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显示的3:35这个数值呢，代表着这个池子有3:35的水，然后这个数值不断在变化。如果这个数值下降，那么代表着现在城市正处于供水高峰。北京这座城市平均每天要消耗掉190万立方米的自来水，夏季用水高峰，这个数字会迅速增加到300万。每到这个时候，供水系统都要24小时满负荷运转。因此，在夏季高峰到来之前，对供水系统的预先检修就显得格外重要。北京的西南方向，一个封闭了3年的洞口被打开了。工程师杨进新率队进入地下空间。地下埋藏着2条直径接近5米的水管，流经这2条水管的淡水保障了这个城市1/3的水源供给。杨工程师不希望里面出现任何状况。我们要争取在这个夏季，城市用水高峰来到之前呢，把这个管道检修完成啊，避免这个对城市的供水造成影响。对于缺水的中国北方城市来说，城市巨量的水消耗是每天都要面临的超级挑战。
在理想的用水环境下，北京20多亿立方米的水资源承载的人口数量是700至800万。但是目前北京的人口已经是这个数字的3倍。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，早在14年前，中国已经开始着手应对。曲首，一个超级水利工程的起始点。工程师李达和王景明今天负责水闸的值守工作。像这个闸门开度有1275，查准的叫325。这里的一举一动将关系到1400多公里外城市的用水问题。独特的地理条件造成了中国南北水资源的极度不平衡，南方常常要治理水患，北方却时常要面对缺水的问题。中国人的大胆想法是修建一条人工长河，将南方的水资源引到北方缺水的地区。2014年12月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投入运行，1432公里的水渠穿越河道、铁路，跨越数以千计的路网系统，形成一条穿越南北的人工长河。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工程，平均每天2600万立方米的淡水通过这条巨型的人工长河一路向北。这些淡水中的1/10在奔流15天之后，到达了它最终的目的地——北京。但是寸土寸金的城市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开凿水渠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地下。地下涵管的直径4.7米，是由钢板、混凝土和高强度钢丝组合而成。为了增加强度，同时方便施工，涵管的长度被限定为每段5米。由此带来的问题是，整个地下涵管接口多达12000多个，它们每一个都要承受自然水压8倍以上的压力。杨进新工程师的主要目的是检查接口的状态。经过3年加压输水的考验，这些巨型水管的接口是否还严丝合缝呢？看看有没有裂缝。环一下裂缝，纵一下裂缝。巡视4个小时后，巡检小组对水管接缝的状态非常满意，但是杨工程师却在管壁上发现了问题。输水管的内部直径是4米，加压输水的时候，水流的速度是每秒钟8米。在水流急促、没有一丝光线的情况下，竟然有生物能在光滑的管壁上生存，这让杨工程师多少有些意外。这个看着像贝壳，一般说起来这叫罩哈。这个如果长多的话，会影响咱们那个管道的输水能力。这种顽强的水生生物是水下建筑的最大敌人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虽然还不会对管壁造成任何危险，但需要列入持续重点关注的名单。来看一下啊，几天之后，专家小组将会诊解决水生生物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这根巨型的水管又将被激流的水体充满，不停歇地为这个城市输入宝贵的饮用淡水。运行3个小时之后
四惠地铁站迎来一天中的第一个运输高峰。这是这座城市昼夜的人群分布图。白天和夜晚人群分布的变化，使得大规模的流动成为了必然。四惠地铁站处于市中心区与正在建设的城市副中心的交界处，因此承担了等级最高的运输压力。2016年，北京的轨道交通系统每天的客运量达到824万人次，再次证明地下轨道交通是效率最高、最重要的运输系统。北京这座巨型城市，地铁系统依旧在不断扩张之中。到2020年，运营里程将超过1000公里，成为全球地铁运行里程最长的城市。在里程增加的同时，庞大的升级计划已经悄然展开。北京西南部轨道上开来了一辆装备奇特的机车，这个机车的名字叫冷滑机车。王道敏工程师正在用它来进行轨道系统的检测。冷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。冷滑完了之后，咱们的正式的客车就可以进入正线进行动车调试。这是冷滑机车出动最频繁的一条线路，就是只要路能到的地方，都要给它走一遍。王工程师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检测这条新建的轨道，原因是眼前这条线路跟以往已完全不同。冷滑机车上面布满了各种复杂的传感器，它在轨道上行驶的同时，不但可以探测到物理障碍，还可以动态地检测轨道系统上所有设备的运行状态。即将完成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化轨道系统。来来回回的检测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它达到完美的运行状态。从外观上看，这个机车似乎和普通的地铁没有什么不同，但它的内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列机车集合了目前轨道系统中最灵敏的传感系统、最安全的通讯系统和最可靠的控制系统。所有这些都被后台的处理器优化整合在了一起。这就是列车控制设备，也就是这个列车的大脑。咱们所有车的位置的计算、速度的计算，包括什么时间启动，给多大的牵引力，什么时间制动，给多大的制动力，都是通过这些电子设备来计算的。那么这台设备呢，就是专门为这个全自动驾驶车辆所配置的障碍物和脱轨检测设备。如果遇到比较大的障碍物之后，它会自动触发安全电路，使这辆车紧急制动，然后破停。未来的城市不只需要更多的线路，还需要它们变得更高效、更智慧。不久的将来，这列聪明的列车将正式并入北京的轨道系统。上午10点，城市迎来了一天中的第一个用电高峰。今天我们所在的城市，能源供给绝大部分依靠电力，而输电线路就如同为城市输送能量的血管，任何一处的中断都会带来机体的瘫痪。夏季是一年中电力消耗的顶峰，在这个时间段内，用电量经常会飙升到平均值的10倍，这将对城市的电力保障系统
提出最严苛的考验。距离上海800公里之外，中国中部山区，一条为这座超级城市供电的主干线从这片山林通过。夏季接近极限的负荷将是对这条线路的终极挑战。在此之前，必须排除所有的隐患。动辄几百甚至上千公里的输电线路，要对它们进行可靠的保障，仅仅依靠人工跋涉显然无法完成。关键的时候，工作人员还要依靠这个。航管天气能见度大于3公里，空管已经放飞，飞机状态良好，完毕。咱们就按计划空中飞行3个小时，来回巡视。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有请各位。机长后舱准备好，准备开机。6到9月份是迎峰度夏保电高峰期，也是客户的一个用电高峰期。在满负荷运行状态下，极易出现引流板的发热和合成卷子芯棒的发热，这些缺陷，在常规的巡视检测过程中是发现不了的。线路故障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发热，而这恰恰是人眼无法识别的。通过安装在直升机底部的红外相机，直升机沿线路飞行的时候，线路的状况就一目了然了。今天通过直升机的红外摄像头，发现线路上967号铁塔的部分绝缘块温度偏高，但是空中观察存在死角，需要地面人员协助排查。有多种原因会导致部件温度升高，必须尽快处置。经过空中与地面的协同检查，一份详细的报告迅速发往后方的指挥中心，剩下的工作就转交给即将到来的抢修小组。上午11点，上海中心大厦，从早上开始的外墙清洗工作即将完成。眼前的这些超高层建筑，不但会成为城市的地标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们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城市空间的使用效率。尤其在寸土寸金的核心商务区，人的流动、货物和信息的流通，在这里达到了空前的密集。城市空间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而同样是超级城市，北京的中央商务区也正在进行着全新的优化和升级。北京的商务中心区是这个国家3大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的核心区之一。目前，它仍在扩容之中。未来将有超过100万人在这块狭小的区域就业。在这里，依靠传统的地面交通显然无法解决拥堵的问题。而就在这片核心地块，一个位于地下的超级工程早已开始。在我们右手边呢，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 CBD 的这个道路，实际上是分了5层。
地下1层呢是这个人行的这个快速连接，可以连接地铁通道到这个我们的核心区内部所有的地块。地下2层呢是机动车的快速通道，那么它把地下车库的这个跟城市道路的衔接都在这个地下2层组织在一起。地下3层、4层、5层是地下公共车库和人防的这个公共空间。在那边那个口就是一个车型的通道，已经做好了施工，以后每一个楼打开都是连上。这个巨型的地下空间不仅会打通各个楼宇之间的联系，它还在设计之初为各个建筑的管道系统预留了空间，实现与市政管道系统完美对接。这里是地下3层的管廊，那么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2条热力线在这个管廊里面非常安全的铺设，它避免了以前我们在城市道路下铺管线，然后会破裂造成路面塌陷。那么它的这个安全系统是由机器人的这个巡检来维护的，那么它的这个信号还可以传到这个控制中心，还有比如说电力、给排水、电信，还有很多为城市楼宇运转提供的这种管线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管线系统。这个巨大的地下大厅，未来将安置一个大型变电站，它将为整个区域提供充足的电力保障。不只是电网、热力、供水、电讯，所有对于这个区域的服务和配套系统，都有序地收纳进了庞大的地下空间。整个这个系统呢，实际上是隐藏在城市的这个地下空间里面，让地面还保持自然和绿化，同时也保证它的安全性。因为在地下空间的管理，实际上都是在这个非常高效的进行的。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综合的道路断面，把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楼座跟这个核心区连成一个整体，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个单体，而是一个超级的建筑。面对人、物质和信息高度集中带来的挑战，巨型地下管廊是理想的解决方案。为了更有效地缓解未来的交通压力，一条长度只有6.3公里的特殊地铁线路被设计了出来。在设计方案被最终定型之前，设计师要不断地反复考察线路的各个细节。针织路跟朝阳路这个地方呢，半径的话，应该说只有200米左右。对于咱们常规的地铁来说的话，那么这个半径就很难过得去。现在这条线路的这个走向呢，我们基本的想法从西北边的东大桥到东南边的九龙山或者是大郊。现场体验将为未来优化设计提供宝贵的参考意见。炎热的7月，还没到中午，上海的气温已经接近38度。闷热的天气里，没有人愿意出门。周如霜已经预感到一场挑战即将到来。到。杨帆到。周如霜到。高立辉到。由于最近天气比较炎热，我们送餐过程中一定备好盐汽水，品质生活，安全送达。好，散会。
这是周如霜一天的送餐轨迹。像他一样，在这座城市，每天有超过10万名的送餐员在同时工作。当送餐完毕，点击手机中的确认按钮之后，所有人应得的报酬立刻在移动支付平台上被妥善分配完毕。今天，网络的介入正在迅速改变着传统行业的发展生态。下午3点，自动化分拣系统启动的铃声准时响起，意味着这个货仓忙碌的时刻开始了。这是位于北京南部一个不起眼的蓝灰色建筑，曾经是一个传统重工业的厂房。1年前，一家经营电子商务的中国公司看中了这个地方，将它的内部空间改造成货品分拣系统。从物流的角度来说，这个地方与城市中心的位置关系相当理想。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移动互联网和物流行业的高速发展时期。根据最新统计，201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达到了312.8亿件，平均每天超过8500万件。目前通通分拣中心每天的最高峰处理单量是在45万左右。我们现在这个小车的负荷量，是满载，对，满载。然后我们所有的员工基本都是跑。如果说订单是在这个隔口的，它会落到这边；如果说系统预测它是这个隔口的，会落到这边，不会说到这个隔口落。就比方说快到的时候就已经往下走了，它有这个预感。自动分拣系统的速度是手工分拣的6倍，每天海量的订单都在不断生成。仅仅这一家公司就需要为北京配备17个同等规模的分拣中心。城市如同一个有机的生命体，新陈代谢、吐故纳新，对于这个机体的运转同样至关重要。北京西郊蜿蜒的山路上，每天24小时里，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辆垃圾运输车出现。他们的目的地是这里。下午5点，一大批城市的生活垃圾被运抵鲁家山垃圾处理厂。在容量达到3万吨的发酵池里，生活垃圾被发酵处理。
发酵程序完成之后，它们会被送入锅炉进行焚烧。焚烧之后，垃圾的体积缩小到原来的1/10，性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通过无害化处理之后，它们变成了可以再次利用的建筑材料。与此同时，燃烧产生的热量被转换成电力，再次回到电网，为城市提供服务。在这里，每天处理的3000吨垃圾可以产生120万度的电能，这些电能足够满足一个小型城镇的电力需求。垃圾对于城市来说，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。目前最科学的方法就是根据垃圾的不同特性进行分类处理。而要实现这个目标，同样要依靠我们自己。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，这里是市民日常休闲运动的一个绝佳的场所。茂密的林地、大面积的湖泊，构成了这里宜人的景观。但这里休闲的人们却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些水从何而来。水资源缺乏的北方，城市河道的自然补水能力极度萎缩。如果没有新鲜的水体注入，城市的河道将变得污浊不堪。但是，水从哪里来呢？答案在这里，这是全亚洲最大的地下再生水厂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的磨池，整个水厂呢，经过大概第9道的工艺，就来到我们磨生物反应器磨池。大家看到这个水呢冒着气泡，其实闻不到什么味道。经过我们磨丝大概头发丝1/1000 0.几缪的那个孔径的过滤以后呢，就达到我们的磨出水了。再臭氧脱色紫外消毒，如果整个水质指标达到地表4类水的标准。这间再生水厂不只具备生产高标准再生水的能力，它处理污水的速度更是常规污水处理厂的3倍。它制胜的法宝就是这个。这些跟面条一样的材料，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过滤膜丝。它布满了直径20纳米的小孔。污水处理厂加入这个程序后，可以将水中绝大部分的细菌、病毒过滤掉，直接将水质提高一个等级。目前，北京所有的污水处理厂已经装备了这种过滤膜系统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原污水，这相当于从市政管道里面取的原状的污水，大家看比较浑浊。各种指标都比较高污染也比较严重。你看这个水是我们的最终出水，整个色度是比较清澈的而且基本跟咱们常规的自来水没有太多区别。这个水也达到了地表4类水的标准，相当于整个北京市的出水呢都达这个标准。而且呢对于整个我们排到河里的河体、河湖的生态水质，包括水污染的治理是有重大作用的。为了获取更好的过滤效果，科技人员依旧在不断努力。实验室的一角，流体实验已经进行了整整10天。研究团队的负责人王小爽希望将过滤膜的性能再提高一个等级。把激光器打开，然后镜头往后调一下。为了让过滤膜有更高的透水效率，同时延长使用寿命，模拟污水处理环境的流体实验必须持续2个月以上。因为我们模组器在污水运行当中呢，它是不断的受到这个污水中的物质的污染的，所以需要这个水流和气流去冲刷它的膜表面，来降低这个膜污染。如果我们发现它的冲刷不均匀的话，就需要去调整它的设计参数，达到这个避免膜污染的一个目的。
今天，北京已经成为了全球超级城市中污水排放等级最高的城市，而且这个标准还在不断提高。傍晚，运转了一天的城市开始切换到休闲模式。下午5点，在奥林匹克公园里，一场演唱会即将开始。距离开场还有2个小时，人群已经开始躁动。为了这场演唱会的顺利举行，准备工作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。首先，一个军岗这边辛苦一下，把印泥车尽快支起来。啊，建华这边呢，把传输线路一定要确保跟后台连通，尤其跟咱们菜市口指挥中心要快速对接起来。大赵，你这边主要就是我们整个演唱会的现场设备，我们要按照应战状态去做一个完整的测试。好，那各自分头行动，辛苦各位。好。根据估计，今天晚上有将近6万人在这里参加狂欢。这里的通讯流量将是平时的数百倍。数万人的大型集会将考验这里的移动通讯保障系统。差不多这个位置。这里是吧？张雄飞和他的团队要在演唱会开始之前，完成这个体育场所在位置的信号覆盖和数据传输的测试工作。说的对，这质量很好，从这儿看应该是质量很好。再看看测试结果，速率正常，速率20没有问题。啊，速率到多少？现在已经40多兆了。40多兆，下载速率是吧？对对对。上传应该也还好吧？上传10多兆，完全没问题。好。北京这座超级城市，每天都会有数以百计不同规模的大型聚会。距离演唱会开始还有1个小时，空气中已经弥漫着一种狂欢的气息。2008年，中国为了迎接首次主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建成了这个外形惊艳、设备世界一流的现代化体育场。10年之后，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2008年，世界人均每天移动通讯流量还不足1 KB， 今天是过去的10万倍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的移动的用户数已经达到几万人的这样一个级别，相当于是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用户都集中在鸟巢这样一个场馆内。那么，这个对我们的通信保障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。近6万人聚集在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，假如有1/3的人使用手机，这个区域的数据流量就将是平时的1000倍。根据张雄飞的估计，演唱会开始之后，这个体育场1个小时产生的数据流量，相当于10年前整个城市的用量。那么好像大家觉得我拍一个照片上传到网络是一个很轻松、很容易的事情。如果是空旷场景下，1个基站就够了。但是我们在鸟巢这个范围之内，我们可能容纳了几万人同时就坐。为此，我们在鸟巢的马道以及各层之间一共是安装了77个基站，984个天线点。我们外围还有6个红基站来支撑大家的日常的服务，以及我们支撑的一个应急车。目前从数据的稳定性上看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说某一个站点或某一个数据的指标出现了波动，我们会及时的与现场去联系，来保障通信的这样一个畅通。城市，我们赖以生活和工作的舞台。在这个超级城市里，各种规模的人群聚会都在不同的角落轮流上演。今天，人们的生活已经与智能手机紧密相连，
对移动通讯网络的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就在不知不觉之中，城市的各种运行系统正在默默地保障着我们，享受现代社会所创造的舒适生活。在周而复始的24小时里，每一次轮回的分秒时刻，总有生命逝去。与此同时，无数的小生命也第一次睁开眼睛，看到了地球上最神奇的存在——城市。